乌特种部队在叙利亚摧毁俄罗斯无人机基地。俄军反攻库尔斯克失利，乌军占领维肖洛耶。恩格斯机场遇袭，多架俄军战机可能受损。乌军收复沃夫昌斯骨料厂，哈尔科夫大局已定。欧盟提供400亿欧元贷款支持乌克兰。新援助国出现，卡塔尔援助12辆 PZH-2000 自行榴弹炮。基辅邮报9月16日援引乌军事情报总局的消息，独家报道称，9月15日上午，乌军事情报总局的一支特种部队秘密奔赴千里之外的叙利亚第2大城市阿勒颇，袭击了该城市东南郊区的俄罗斯无人机基地。据乌军事情报总局的消息人士表示，乌特种部队使用的袭击手段并非无人机的远程轰炸，而是预先潜入俄军事基地，放置炸药，然后引爆完成的袭击。乌军为什么要远赴叙利亚袭击俄军目标？这其实和乌克兰曾经的承诺有关。2023年5月，乌军事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中将对外宣称，要在全世界摧毁俄军战犯。也正是这一宣言吹响了乌特种部队在全球猎杀、摧毁俄正规军、俄情报机构特工以及瓦格纳雇佣兵的号角。而主战场就在叙利亚和非洲。如在叙利亚，基辅邮报曾报道称，在乌特种部队的支持下，盘踞在叙利亚西部地区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多次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俄军事设施。在非洲，乌特种部队曾经常对在马里和苏丹活跃的瓦格纳雇佣兵和其军事基地实施打击，以破坏俄罗斯在非洲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武装与乌特种部队联手对俄军基地的打击活动，似乎得到了俄罗斯友好国家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资金和武器弹药的长期资助。俄罗斯现在是有苦说不出。另外，据俄罗斯卫星社9月17日报道，一名叙利亚知情人透露称，在美国协调下，乌克兰已向盘踞在叙利亚西部伊德利布省的解放叙利亚组织派遣了250名军事教官，以帮助其掌握生产和升级无人机的技术。该消息人士还称，乌克兰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在叙利亚开辟针对俄军的新战线。那乌克兰会不会成功呢？最值得关注的地区依然是库尔斯克。继火力军之前的报道，俄罗斯政府已经在官方层面上承认，俄军在库尔斯克的反攻并不顺利，已经被乌军反包围。库尔斯克代理州长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宣布称，根据作战信息，地区作战指挥部为了确保安全，决定强制撤离库尔斯克霍穆托夫卡区和雷尔斯克区，靠近边境线15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定居点的平民。根据地理定位显示，撤离区的面积达到了1100平方公里。由此可见，如果俄军反攻顺利，完全没有必要采取类似的行动。此外，乌军也重新发起了攻势，其新夺取的俄罗斯领土远远多于俄罗斯收复的领土。因此，斯米尔诺夫还紧急向克里姆林宫发出呼吁，要求向库尔斯克增派更多、战斗力更强的俄前线部队。只不过，从目前俄罗斯调集的兵员来看，尽管其已经从前线调动了以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为主的精锐部队，但在库尔斯克，俄军的主力依然是军校学员和义务兵，他们的战斗力无法跟攻入库尔斯克的乌军相比。如乌军第61旅经过5天激烈战斗，俘获了13名举白旗的俄军士兵，其中4人重伤。匿名的乌高级情报官员也侧面证实了斯米尔诺夫的话。这位乌克兰情报官员称，迄今为止，俄军已向库尔斯克调动了38000人，包括一些来自南部前线的精锐旅，但俄军的反击规模仍然不大。目前，在苏加以西的俄军反击小有斩获，此前处于灰色地带的斯帕尔诺、克鲁佩茨以及临近地区极有可能被俄军队夺回。至于博尔基，则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俄军控制了其中一部分区域。目前双方的战斗仍在继续。在格卢什科沃方向，乌军用缴获的 U-277 陨石扫雷车开路，继续由南向北切割，包围大口袋。如在维肖洛耶东部和格卢什科沃，乌军第95空突旅轻易打退了俄军机械化攻击，并动用米格29和苏27发射 JDAM-ER 滑翔制导炸弹，成功摧毁了俄军在维肖洛耶的一个俄军步兵集结地。而俄空天军的苏34轰炸机也在库尔斯克前线实施焦土战术，不断向乌军控制区，尤其是苏贾等地投掷滑翔制导炸弹。此外，乌军22旅成功在刘比莫夫卡村西部击退了俄军进攻。俄消息来源称，目前战斗仍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又建起了2座横跨塞姆河的浮桥，其中一座在格卢什科沃以北 3.3 公里处。看样子，乌军海马斯的打地鼠游戏短期内结束不了了。在克列涅沃以东的克雷米亚诺村，俄方消息暗示称，其附近被包围的俄军可能是第810海军陆战旅。
总的来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欧美的军援不掉链子，库尔斯克之战很可能会成为希尔斯基继19姆战役后的第2个经典战役。据开源情报报道，9月17日凌晨，乌军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发动了无人机攻击，当地的恩格斯机场再次被偷家。报道称，乌军无人机奔袭750公里，精准击中了该基地的昂贵设施，并引发大规模火灾和连续的爆炸。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正式回应此事，具体战损有待后续进一步披露。从9月15日拍摄的该机场卫星图像来看，此次袭击的潜在攻击目标很可能是部署在该机场的4架图 95MS、2架图160战略轰炸机，以及2架图160的彩绘轮廓和1架似乎是安22的运输机。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恩格斯军事基地第一次遇袭了。早在今年4月5日，乌军就对包括恩格斯机场在内的数个军事基地同时发动了远程打击。据 RBC 新闻当时的报道称，恩格斯基地至少有3架图 95MS 遭到了破坏。进入下半年后，乌军更是加大了对俄军事基地的攻击频率，如前2天才刚袭击了伏尔加格勒州的马里诺夫卡基地。那么问题来了，俄军为什么仍将轰炸机部署在风险如此高的机场呢？结合乌俄的消息，其一是俄罗斯对其防空系统仍充满了信心，其二是奥列尼亚空军基地的作战能力不足以容纳所有参战的俄军轰炸机。理想情况下，俄军肯定希望将所有轰炸机都部署到奥列尼亚基地，因为这里是俄罗斯离欧洲最偏远的空军基地，既可以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又不担心乌军的报复。其三是乌军的空中力量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尤其是 F-16入编后，乌军就频繁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俄军指挥部。为了降低乌军空中的威胁和影响，俄军只能采取对等打击。俄军在乌东的进展很小，几乎不值一提。倒是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相关消息显示，乌军已在不同区域数次击退了俄军进攻。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空袭了位于霍利夫卡附近的俄军指挥部，同时数次击退了俄军从伊万尼夫斯基沿 T-0504 公路向斯图波奇的进攻。红军村方向，俄军依然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目前为了拿下克鲁迪耶亚尔，俄军2路推进进行合围。第一路是从汝拉夫卡向克拉斯尼亚尔推进，第二路则是诺沃赫迪夫卡分兵的俄军向克拉斯尼亚尔推进，企图与第一路俄军一起合围克鲁迪耶亚尔。此外，从诺沃赫迪夫卡分兵向东的俄军则继续朝红军村推进，分兵向南推进的俄军则被阻击在马利尼夫卡。在米哈伊利夫卡一线，俄军正持续向谢里杜河推进，但始终遭到乌军阻击和反攻，目前已被赶出谢里杜河东部。在乌克兰斯克，俄军第144摩托化步枪旅占领了该据点，并升起了旗帜，目前正扩大控制区，向楚库里涅和伊茨梅利夫卡推进。哈尔科夫方向，乌军反攻沃夫昌斯克。据最新消息显示，俄军正在炮击沃夫昌斯克的古石料场。此前，乌军已基本控制了该镇，并在夏天前就将一整个营的俄军围困在石料场，且只能有无人机提供少量补给。甚至乌军之后还对该区域展开了围点打援式的战斗，而里面的俄军则一直被包围着。但如今俄军选择炮击开场，说明该场里面的俄军已经全军覆没。目前俄方还未回应此事，但对乌克兰来说，哈尔科夫的局势已然稳定了下来。库比扬斯克方向，俄军继续从皮夏涅向西和向北推进，几乎将东岸的乌军一分为二，而乌军则包围了克雷明纳的俄军，并收复至托尔斯克以西的地区。总体来说，因为乌军攻入库尔斯克以及俄军反攻库尔斯克的不顺利，导致俄军正从前线不断抽调兵力，这直接影响乌东战况。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俄军在红军村等据点的攻击强度降低，甚至一些地方已经被迫转入防御。按照乌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9月17日的话，就是乌俄战争只会以俄罗斯失败而告终。据《金融时报》报道，在 G7 集团决定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后，欧盟准备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贷款。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定，据悉是欧洲担心匈牙利会阻止欧盟提供美国参与冻结资产计划所需的保护措施。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试图将冻结俄罗斯资产计划的决定推迟到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之后。除此之外，新的援助国出现了。9月15日，据德国图片报发布的消息显示，德国已经批准向卡塔尔出售12辆 RCH-155 轮式自行榴弹炮，而作为回报，卡塔尔将向乌克兰提供12辆 PZH-2000 自行榴弹炮，直接占现役总数的一半。而且这些自行榴弹炮还将在德国进行升级改造，在达到作战标准后才会交付给乌克兰。截至目前，乌克兰已经从欧美国家接收了28辆 PZH-2000 自行榴弹炮，其中德国提供了14辆，意大利提供了6辆，荷兰提供了8辆。
此外，德国还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30辆，再加上本次卡塔尔承诺的12辆，总数可达70辆。总之，卡塔尔此举将大幅增强乌炮兵部队的火力支援能力，同时也标志着在乌俄持续冲突之际，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战略调整和支持正在升级。俄罗斯当局于9月18日，俄罗斯当局逮捕了中央军区装甲部队负责人丹尼斯·普蒂洛夫。据悉，普蒂洛夫已接受1000万卢布的贿赂，向一位名叫丘迪诺夫的个体企业家颁发军用车辆维修和保养合同，而中央军区是俄第90坦克师的所在地。普蒂洛夫在此过程中很可能泄露了俄第90坦克师在乌克兰前线作战中使用的坦克和装甲车辆的真实情况。自2024年4月，贝罗乌索夫开始担任俄国防部长以来，其针对俄国防部高级官员筛查以及对其腐败的整治变得更加频繁，目前尚不清楚普蒂洛夫是否和绍伊古有联系，但他的被捕表明，别洛乌索夫正试图打击俄罗斯内部腐败无能的官员。黎巴嫩真主党再次遭受了大规模的打击，不过这一回袭击他们的不是以色列的战机和导弹，而是小小的传呼机。据路透社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使用的最新款修护机 AR924 突然被同时引爆，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截至目前，已至少有10名真主党人员在爆炸中丧生，其中不乏高级成员，也有超过2800人受伤，并且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攀升中。比如在黎巴嫩通讯社的报道中，其受伤人数已多达4000人，其中200人伤势较重。更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也在这场传呼机爆炸事件中受伤。此外，爆炸事件还波及到了叙利亚，该国境内的真主党人员也在使用时被炸。随后，真主党方面发表声明，证实了被传呼机所伤一事，并指责以色列策划了这一行动。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回应此事。而此次事件的主角传呼机，据悉是在其电池中植入了高爆炸性的 PETN 材料，当电池温度升高后就会被引爆。而这些传呼机是在5个月前从欧洲进口的，但被 Gold Power 公司外包制作，随后在抵达黎巴嫩前被以色列特工成功截胡动了手脚。据多方媒体报道，9月18日，联合国大会就巴以冲突一事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中有124票希望以色列能够从巴勒斯坦撤军，约有43个国家弃权，而以色列、美国和其他12个国家则投下了反对票。但以投票结果来看，大部分国家还是希望巴以问题能够和平解决。至于美国投下的反对票，其实也在情理之中。长期以来，美国和以色列一直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再加上前不久以色列又从美国获得了大批量的军事物资，所以在这次投票上，美国选择支持以色列也无可厚非。需要注意的是，就在联合国做出此项决议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24小时内进行了2次通话。诸多媒体表示，这种情况非常少见，目前尚不清楚这2位部长到底聊了什么。据韩联社报道，朝鲜于9月18日清晨6点50分左右，从平壤以北的加川向东北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为此，韩军加强了监控和警戒力度，并与美国和日本分享了相关信息。随后，日本国防部长部原仁表示，这些导弹疑似落在了朝鲜东海岸附近。美军印太司令部也在 X 平台上表示，将会与韩国、日本协商，以便共同应对此类问题。据悉，这已经是朝鲜于1周内第2次发射导弹，第一次发生在9月12日。当时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约360公里后落入东海，这是在试射新型600毫米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另外，朝鲜还公开展示了核武器原料浓缩铀的生产设施，以及此前从未显露过的军事力量。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朝鲜近期的行为可能是在对外展示现有的核能力，以此来进行军事威慑。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在今年7月份，美国总统拜登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北约华盛顿峰会期间决定，将在德国境内部署美军远程武器，作为威慑与防御措施。如果决定不变，这将是自80年代以来首次用美国的陆基中程武器在德国境内部署。根据德国媒体报道，虽然美国与德国达成的协议中只含糊表示将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标准防空导弹，
以及目前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外界认为这款高超音速武器应该就是暗鹰，射程达到2800公里，甚至是3000公里以上，能够以5马赫的速度飞行。这就意味着，当美军在德国境内部署暗鹰之后，可以直接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内陆目标。据中时新闻网9月18日报道，意大利公布了一项预算文件，显示该国本年度的支出增加 16.8%， 合计约93亿欧元。除此之外，还涉及到2026年的预算，意大利正准备花费70亿欧元，来增购15架 F-35A 和10架 F-35B， 使 F-35机队的规模达到115架，以此来提升当前空军整体的作战能力。据消息人士透露，增购的15架 F-35A 将由意大利空军操作，而10架 F-35B 则由意大利海军中的航空兵操作。此外，意大利还需拨出5000万欧元，用以改装意大利2栖突击舰，以便部署 F-35B 战机，另还要投资5亿欧元以进行第6代战机的开发项目，也向台风战机项目追加了 6.9 亿欧元的投资，用以采购24架新战机，以便取代将于2029年淘汰的26架老旧战机。据乌克兰防务快报报道，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 Avonavia 首次公开展示了一款最新型号的侦察无人机，名为狂怒 A2S。与前代相比，狂怒 A2S 的飞行续航力、载重能力以及内部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显著升级，如它的续航时间增至约6小时，几乎是前代无人机的2倍，相应的航程也大幅增加，又如前代无人机的降落伞位于基底，而狂怒 A2S 机顶设计则完全光滑，侦搜设备与降落伞都安装在机身下方，所有可替换电池和额外附载的舱门也位于机身底部的盒子中，亦或是增大了狂怒 A2S 的机体内部空间，使之可容纳更多现代化设备，且所有系统都能相互协同运作。此外，多架狂怒 A2S 无人机还可以形成一个无人机网络，并能充当彼此的讯号中继器，增强无人机队整体的任务效能。据自由时报报道，新加坡海军对外宣称，由德国建造的无敌级218级型前舰首舰无敌号已正式返航，预计在未来数周内即可进行服役。根据公开信息显示，无敌号全长70米，宽6.3米，排水量约2000吨，成员数约28人。在动力方面，采用了柴油与电池动力系统，并配有水下崛起装置 IP， 水面航速约为每小时18公里，水下航速约为每小时27公里，水下耐航天数可达42天。在武器方面，一共有8管533鱼雷管，可发射重型鱼雷、反舰导弹、巡航导弹和水雷。在硬件方面，舰体采用适应新加坡热带气候的材料打造，特进系统采用 X 型舵设计，可在浅海水域获得更加机动性。其他方面，无敌号还可用于水下秘密部署特种部队。需要注意的是，无敌号潜艇虽然为无敌级首舰，但返回新加坡的时间点晚于2号舰完美号，后者早在去年7月就已返回新加坡。此外，预计3号舰辉煌号、4号舰独特号也将会在2028年以前实现交付。届时，这4艘新潜艇将会全面取代服役已久的挑战者级射手级潜艇。据多方媒体报道，9月18日，以军成功拦截了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其中1架来自伊拉克，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提比里亚附近的加利里海上空被以军拦截；另1架来自黎巴嫩，在以色列北部城镇罗什哈尼克拉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据中时新闻网9月19日报道，美国波音公司打算开发 MTU-25 舰载无人加油机的陆基版本，旨在取代传统加油机执行高风险空域作业，未来有望纳入到 CCA 计划中，以便实现无人机加油。按照波音公司的说法，陆基版的 MTU-25 不会改装机身、动力和任务系统，只更改机翼构型，翼展长度可能会从23米增加到28米，并取消折叠机翼结构，这样可使翼内油箱容量提升 40%。 由于机翼得到加长，陆基版的 MTU-25 还可加装2个1350公斤级的外置挂架，以便斜挂空中加油设备、电站设备、预警设备、请监侦任务设备等，整体的功能将会更加多样化。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能在叙利亚开辟出新战线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